惊悚游戏降临。进入游戏前的我，孤儿，早上饿着肚子，被同学嘲笑是垃圾女；中午喝自来水，啃馊馒头；晚上翻垃圾桶，流泪想妈妈。进入惊悚游戏后的我，清晨我在温暖的被窝中醒来，无头鬼妈妈给我制作美味早餐；中午饿死鬼妈妈请我吃精致豪华牛排；晚上包皮鬼妈妈送了我一柜子高奢连衣裙，还拿着童话书哄着我睡觉。玩家震惊，把它放这惊悚游戏里，和老鼠吊米缸有什么区别？我睁开眼，脑海中浮现系统声音：欢迎来到恐怖妈妈惊悚游戏，游戏难度5颗星，游戏人数6。温馨提示：3天内玩家若不能得到恐怖妈妈们的祝福，就会被妈妈们活活解肢哦。伴随系统声音结束，我看清楚了目前所处的状况。面前是一幢豪华却略显老旧脏污的别墅，别墅门口有一偌大喷泉，但里面喷出来的不是泉水，而是嫣红腥臭的人血。啊，那是人血，血上面还漂浮着人的眼球。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爆发出惊恐的尖叫，她面色惨白，摇着头不断后退，我要走，我要离开这。这时我的眼前浮现一行行弹幕，这玩家是蠢吧？进入惊悚游戏后，除非完成任务，否则横竖都是死。我都看妈了，开局总有那么几个炮灰先送死。哈哈，可怜的 NPC， 我好想看看他的身体被切成块的样子啊！我更想看这群人进入别墅后被鬼妈妈们破开肚子扯出肠子的场景呢。在白裙子女孩的带动下，已经有2个玩家跟着朝别墅的反方向跑去。他们约莫跑了10米左右，脚步忽然停滞，下一秒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碰到了无形的井格网，被瞬间切成骰子般大小的碎块。温热嫣红的血像是雨一样伴随着肉块簌簌地落在地上。系统声音再次浮现，温馨提示：绞杀网格正在向你们逼近，还有10秒，玩家们若再不进入别墅，就会被切成碎块哦。倒计时开始，10、9，系统还没说完，剩下3个人争先恐后地朝着别墅跑了过去。弹幕如潮水般浮现，哈哈，这几人以为跑进别墅就能够活命了，笑死！他们进了别墅就会知道，被网格切成碎块是件无比幸运的事情。这可是难度5颗星的恐怖游戏，至今都没有一个人通关成功过，剩下的这3人有的惨喽。我是最后一个进入别墅的。别墅很大，分为上下3层，每层布置几乎一样，都有5个房间。但这里很脏，墙壁上、地板上、家具、沙发上到处都是血污。我刚走进来就踩了一脚黏糊糊的血块，这里太脏了，连下脚的地都没有。一个穿着改良校服的女生，她踮着脚尖冲我吼道：捡破烂的，你赶紧把你衣服脱下来让我踩。这个女生是我班上的校花，因为我是孤儿的缘故，她日常会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疯狂霸凌鄙夷我。她还把我按在腥臊的马桶中，说我是捡垃圾的，垃圾女就应该吃在马桶里找食吃。在校园里我无力反抗她，可现在我进入惊悚游戏里都快要死了，怎么可能还乖乖听她话？校花对我翻了个白眼，赶紧把衣服脱了，我这些很贵的，是定制手工羊皮鞋，不能沾血水的。我反手狠狠给了她一巴掌，我这巴掌也很贵的，是纯人皮做的，只要一巴掌扇过去，包准让人醍醐灌顶。你个臭捡垃圾的，竟然敢打我！校花白嫩的脸上浮现5根手指印，她扑过来就要和我扭打。这时一阵刺骨的阴风吹来，房间门被拉开，一个穿着红色长裙、赤着脚却没有头的女人缓缓朝着我们走了过来。啊！校花瞪大眼睛，喉咙里发出惊恐尖叫：无头鬼，无头鬼来了！弹幕再次滚滚来袭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无头鬼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了。无头鬼最讨厌别人说他没有头了，又一个炮灰要挂喽！很快就到红西瓜的场景啦，好期待呀！咦，其他2个玩家见到无头女鬼都吓得浑身发抖，为啥那个营养不良的女孩她怎么不发抖，反而还眼睛里蓄满眼泪来着？吓得哭了呗！无头鬼，你别过来！校花面色惨白如雪，她再也顾不得脏了，背脊直挺挺靠在墙壁上，满脸恐惧。你别靠近我呀！你喊我无头鬼，可我分明是有头的呀！无头鬼虽然没有头，但他嫣红的脖颈中一张一缩着，却能够发出声音。他垂下的双手缓缓合拢抬起，掌心中堆满了一堆猩红烂肉。这就是我的头啊！无头鬼话音刚落，便如幻影一般移至校花的面前。他将手中的腐臭烂肉道扣在校花的头上。啊呀！校花爆发出惊恐报鸣。弹幕再次浮现：孩子总是大吼大叫，该怎么办？捏爆他的头就行。哈哈哈！观众们千万不要眨眼，无头鬼即将展示经典名场面。无头鬼手掌覆盖在校花头上，他声音冰冷：下辈子注意了，要做个懂礼貌的孩子。啪！只听一声闷响，校花的头像西瓜一样被捏得粉碎。他温热的血、腥臭的脑浆、稀碎的头发肉块迸溅在我的脸上，我身体僵硬，蓄满泪水的眼眶中汹涌地流出了泪水。无头鬼闪现在我面前，
他细长又布满尸斑的手掌缓缓朝我而来，弹幕又飘来无头鬼徒手碎西瓜。这小女孩浑身上下没2两肉，估计她头碎了，也没啥血喷出来。无头鬼腥臭的手掌已经盖在了我的头上。他缓缓道：“你怎么一直掉眼泪？是不是看到你同伴死了，害怕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哽咽着：“我掉眼泪是心疼你。你天天被人喊无头鬼，你一定很痛苦吧？”无头鬼，弹幕狂起，这女孩不心疼自己马上要死了，反倒心疼一个鬼。我不理解，但我大为震撼。她不应该跪下来求着无头鬼放过她吗？这女的不按常理出牌啊！无头鬼愣了半晌，很是狐疑：“我刚刚捏死了你的同伴，你真的不害怕我？”我鼓起勇气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我心疼你，我是真的心疼他，因为我感同身受。我是个孤儿，为了能够读书，每天靠着翻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度日。由校花带头，全班同学都嘲讽我，说我是垃圾女。每次我出现在班上的时候，他们都做出夸张的表情，喷着酒精，故作姿态地说垃圾女带着病毒进班了，大家千万别靠近她，赶紧跑啊！”无头鬼就像是缩影版的我，我看到无头鬼就仿佛看到了自己，我太过感同身受，所以我流泪哽咽。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。无头鬼手指下移，擦去了我眼眶中的泪水。好孩子，别哭了。他的指尖冰冷，却让我想到在我3岁时我妈去世的场景。当时我妈车祸去世，临死前她也是用这么冰凉的手指擦拭我的泪水。她说：“宝宝，别哭，你哭了，宝宝，以后妈妈会在天上守护着你。”我再也控制不住，一把抱住无头鬼的身躯，大喊着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想你了。”无头鬼一动不动。弹幕再起，6，这波操作我只能说6级了。他是个秀儿吧？喊恐怖无头鬼，喊妈妈。他虽然看着瘦弱，但却有点脑子，知道这是恐怖妈妈惊悚游戏，想着示弱扮演女儿的身份，得到无头鬼的怜悯，但他这波操作却失算了。是啊，他失算了，无头鬼根本没有孩子。哈哈哈，秀儿太秀了，这回真要挂喽！看着弹幕飞速飘过，我身体再次僵硬，主动拥抱无头鬼，这是我情绪驱动使然，同时也确实是我的一个小计策。正如弹幕所说，我失算了，万万想不到无头鬼竟然没有孩子。我的头皮开始发麻，冷汗簌簌落下，我以为我马上要被爆头了。无头鬼却并没有这么做，他叹了口气，如果我的孩子还在世的话，他应该也像你这么大了。我心里有着劫后重生的喜悦，同时暗自揣摩无头鬼话里的意思。如果他的孩子还在世的话，这意思是他的孩子胎死腹中了。我虽然看不到无头鬼的脸，但是通过他细长的手掌，我大概知道她是个很年轻的女人。孩子胎死腹中，她应该很遗憾很难过吧。想到这，我小心翼翼道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愿意做你的女儿。”无头鬼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当然可以，我的宝贝女儿。”我彻底松了一口气。咕噜咕噜，这时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发出饥饿的叫声。宝贝女儿，饿了吧？走，妈妈给你做早饭吃。无头鬼牵着我的手朝着厨房走去，厨房很大。无头鬼轻车熟路地拉开橱柜，塞挤在里面的无头尸体开始倾泻滚落，尸体已经腐烂，爬满了蠕动的虫子。我身上冷汗直冒。妈妈，你一直吃的是这个吗？无头鬼血红的颈脖里发出笑声：“我是鬼呀，我不需要吃东西，这橱柜里的东西是给你吃的。”我浑身一颤，妈妈，我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饿。弹幕疯狂袭来，他真不懂礼貌。第一次看到无头鬼主动做饭给玩家吃，可他竟然还不接受。嘿嘿，这下他绝对要被爆头了。无头鬼转过身体，他伸手按着我的脑袋：“不饿吗？宝贝女儿，刚才我还听到了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啊。”我的心紧张的砰砰直跳，因为我不听他的话，所以他要捏爆我的头了吗？我开始求饶：“妈妈，我不想吃。”无头鬼揉揉我的脑袋，指向橱柜道：“宝贝女儿，妈妈眼睛看不清楚，你能够帮妈妈把尸体移出来吗？”好，我硬着头皮照做。橱柜堆积着的尸体被搬出来后，最里面放了一板皮蛋。无头鬼说道：“宝贝女儿，你看到里面的皮蛋了吗？这是我珍藏的，一直都舍不得吃呢，但现在我要给你做皮蛋瘦肉粥。宝贝女儿，你喜欢吃皮蛋瘦肉粥吗？”他没有想杀我，更没有逼迫我吃不能吃的东西，他甚至将他舍不得吃的食物分享给我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才能做到如此无偿奉献。妈妈，我被感动到，再次拥抱无头鬼。无头鬼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：“宝贝女儿，我要做饭了，你先去我房间睡一会，等会妈妈饭做好了会喊你的哦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离开厨房时，无头鬼忽然提醒道：“宝贝女儿，别墅1楼是妈妈的领域，你只能在1楼活动，千万不要上2楼和3楼，知道吗？”弹幕疯狂涌动，我的妈呀，我破防了。无头鬼明知道他是玩家，可还是对他动了感情，竟好心提醒了他。我也破防了，不带这么偏心提醒的。
2楼是包皮鬼，包皮鬼脾气最暴，一言不合就剥玩家的皮。我有个恶毒的想法，特别希望这女孩莽一点，冲到2楼，被包皮鬼从头到脚剥掉皮肤，哈哈哈哈！我在心中暗暗谨记，我要听无头鬼妈妈的话，绝对不能上2楼、3楼。可我万万想不到，我推开一层卧室门的时候，见到血红的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她没有头发，也没有穿衣服，她也没有皮肤，她身上就像泉眼一样，不断泌出大片嫣红的鲜血。弹幕疯狂刷起，哇哦，包皮鬼最喜欢串门了！这盛世如我所愿，他真的碰到了包皮鬼。包皮鬼脾气很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剥人皮。科普一下，包皮鬼剥皮超丝滑的，手指往玩家脑门一戳，再拿含着水银的开水往里面一灌，人皮就剥出来了。好期待他被剥皮呢！看着不断飘起的弹幕，我恐惧到浑身紧绷，血液逆流，心脏狂跳着，几乎要跳出胸腔。包皮鬼脾气暴躁，一言不合就剥人皮，可我竟然碰到了他。我死捂住嘴唇，打算悄悄退出卧室。这时，躺在床上的包皮鬼睁开了眼睛，他血红色的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我。我看到你了，你过来。我的双腿打颤，面对恐惧，我的本能是逃跑，可我不能。我是人，人能跑得过鬼吗？包皮鬼脾气暴躁，我必须得顺着他。于是我乖乖听话地朝着他走了过去。你好。包皮鬼白了我一眼，吼道：说话结结巴巴的干什么？你是结巴吗？我感到后背开始灼烧起来，硬着头皮解释着：你好，我不是结巴。包皮鬼似乎很满意我的态度，他哼了一声：这里是许翠的房间，你进他屋干什么？原来无头鬼的名字叫许翠。就在我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包皮鬼又厉吼了起来：你是耳朵聋了吗？怎么不回我的话？他吼声刺耳，像是无数细长的针扎进我的耳膜里。我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，顾不得站起，忙道：是许翠妈妈叫我进入她房间的。许翠妈妈说我看起来和她孩子一般大，所以她叫我称她为妈妈。她还是一个很好的人，现在在厨房给我做粥喝。你是话痨吗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回我10几句。包皮鬼疼地从床上起身，他血淋淋的手掌一下子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最讨厌话多的人了，我被他掐得双脚离地，窒息的痛苦逐渐传来。弹幕也在狂起，哈哈，我就说吧，包皮鬼脾气暴躁，从来没有玩家能够在他手底活下去的。大家准备好哦，看包皮鬼丝滑包皮有多丝滑，像巧克力一样丝滑吗？科普：包皮鬼剥了几千条人皮，他手法娴熟，丝滑到人皮剥下了，人还没咽气。我的喉咙被血淋淋的手给掐着，痛苦、黑暗、死亡像是潮水一样朝我涌来，可我不敢挣扎，越挣扎越会引起包皮鬼的暴怒。在这生死一线之间，我鼓起勇气对包皮鬼道：现在气温有点低，您冷吗？如果可以，我想请求您在我死之后把我的皮裹在您的身上。弹幕再起，啊，他现在怎么当圣母了？他不应该恐惧的疯喊：救命啊，放过我吧！这女的好像有点脑子。我话音刚落，包皮鬼手掌一松，将我扔在了地上。他不屑地哼了一声：你管我冷不冷？就你这又瘦又薄的皮披在我身上，我嫌脏。我闭上眼睛，大口喘着气。我从不是什么圣母，我只是想到曾经在心理书上看过的一段话，书中写，脾气暴躁的人很大程度上与原生家庭有关，从小缺爱，因此他会愤怒、吼叫，引起大家关注与重视。所以刚才我利用包皮鬼的缺爱心理，给了他关心。我硬着头皮询问道：请问我可以去厨房打一盆水吗？包皮鬼歪过头冲我狂吼：你有病吧？去打水，问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你妈。我恭恭敬敬道：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。包皮鬼又吼：赶紧滚！我紧绷着身子，连爬带滚地往厨房跑去。厨房里正徐徐飘来粥的清香，但许翠妈妈不在。我快速找到洗手盆，接了一盆温热的水，又走进包皮鬼在的房间。咚咚咚，这次我敲了敲门。吵死了！包皮鬼又吼要滚进来，就赶紧滚进来。我端着水盆对着包皮鬼下跪道：您一直都是光着身子赤着脚的，现在天冷，您泡泡脚好吗？包皮鬼沉默了。我僵硬着身体，一动都不敢动。刚才我是想跑到厨房找许翠妈妈求助，但她不在。我可以选择躲进许翠妈妈的另一个房间，但我还是没有那么做。我非常清楚，我与包皮鬼同处在1楼，只要他稍微不开心，随时都会要我的命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主动出击，给他送温暖。可现在包皮鬼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？他缺爱，所以我关心他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他不高兴了吗？在我心中狐疑的时候，弹幕再次传来：这女人真够谄媚的，包皮鬼咋还没反应啊？要剥皮赶紧的呀，我正吃着饭呢。我怎么感觉包皮鬼好像脾气没有以前那么暴了？良久，包皮鬼压低嗓音吼道：既然要给我泡脚，你不知道把盆拿过来吗？你怎么这么蠢？我赶忙照做。
包皮鬼的脚很小，他的脚落在盆里，一下子把水给染红了。我心里一阵抽搐，忍不住问道：没了皮肤，你是不是很疼啊？包皮鬼忽然抬头，他血红的眼睛高高的鼓起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我背脊瞬间窜起一股冷汗。刚才那话我是真心发问的。想要与一个人亲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心换心。包皮鬼肯定知道，我刚才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巴结他。他对我的容忍只是建立在他心情好的情况下，一旦厌恶了我对他的讨好，暴躁情绪便爆发，随时都会剥我的皮。所以我决定放下一切语言技巧，与包皮鬼坦诚的真心相待。弹幕飞速飘过，卧槽，包皮鬼最讨厌别人问他皮肤的事情了，这女的是在包皮鬼坟头上蹦迪呀！注意啦，注意啦，包皮鬼丝滑包皮的名场面即将出现，下饭名场面来喽！我还能再吃一碗饭。包皮鬼还是没有说话，他的身子就像是固定住了一样，始终一动不动的。我的手拨动着水，将水落在他的脚面上，小心翼翼道：小时候我跑步摔倒，磕破了一小块皮肤，我都痛得不得了，而你的整张皮肤都没了，你一定很疼吧？滴答，一滴血泪从包皮鬼鼓起外裤的眼眶中落了下来，我慌忙给他擦拭泪水。滚！包皮鬼冲我狂吼，再不给我滚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他脾气暴躁，对我下了指令，我必须得赶紧照做。我站起身就要走，这时包皮鬼又吼了一句：我叫你滚你就滚，那我叫你死你死不死？这一次包皮鬼吼的时候声音有点沙哑，并且他是裂开嘴笑着说的。他笑起来的时候脸庞红红的，血簌簌的从翻红的皮肉里泌出流下，显得有点吓人。可我却莫名的不再那么害怕了。包皮鬼站起身，他从水盆里走了出来，嘶吼道：过来，跟我上2楼。弹幕开始幸灾乐祸起来，2楼可是有着完整的包皮工具哦，从来没有人能够从包皮鬼手中活下去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谄媚女完蛋喽！我跟着包皮鬼上2楼，相对比1楼满是黏腻的鲜血，2楼要显得冰冷阴森许多。2楼的天花板上垂落着一排排的铁钩子，钩子上挂满了被剥掉皮肉的人。我看到包皮鬼笑了，我以为他是放过了我，但现在看到整个2楼大厅里都挂满了尸体，我再次心惊肉跳起来。包皮鬼不会真的要剥我的皮吧？你是腿断了吗？见我一动不动，包皮鬼转过身冲我狂吼：你腿断了的话，我直接剥掉你腿皮！包皮鬼的表情很兴奋，随着他嘴巴一张一合，腥臭的血水全溅在我脸上。我有点绝望，这一次我是真的要死了，我真是蠢啊！包皮鬼是脾气暴躁的鬼，我怎么能够把对待人的方法用来对待他呢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不对包皮鬼表示关心又能怎么样？在绝对的强者力量面前，所有的技巧都没有任何作用。2楼同样也是5间房，其中有4间房的门把手上到处都是凝固了的血。包皮鬼指着其中一间没有沾染血的房门，吼道：你赶紧滚进去！我死死咬着嘴唇，用力点了点头。死就死吧，我就期望包皮鬼下手能够快一点，好让我死得痛快一些。咔嚓一声，房间门推开，这是一间极大的主卧室，里面家具物件整齐又干净，且一尘不染，地板上也没有任何一丝血水脚印的痕迹。显然包皮鬼并不经常进入这个房间。包皮鬼又吼了一句，去打开里面的衣柜。我应了一声，好的。进入房间之前，我把鞋子脱下，穿着袜子走了进去。这房间很干净，我想包皮鬼一定是很爱惜的，所以我也一定要尊重他的习惯，爱惜这个房间。你穿袜子进去，是想我房间里都弥漫着你的脚气吗？包皮鬼双手环胸，不耐烦地吼着，赶紧把里面的衣柜给我打开。我老实照做，衣柜被打开了，里面摆放的不是铁钩子，也不是剥皮割肉的薄刀，而是挂着一排排琳琅满目、金光闪闪的漂亮连衣裙。我震惊地看向包皮鬼，这里面都是衣服，您是需要我拿衣服为您穿上吗？你废话真多。门外，包皮鬼泛着血红的眼睛，十分不耐烦地吼着，从里面拿件衣服，你自己穿上。我更加震惊了，衣柜里的衣服看起来精致又昂贵，可包皮鬼竟然要把衣服拿给我穿，听不懂人话是吗？包皮鬼双手环胸，面色狰狞地吼叫着，你别以为我给你穿衣服是对你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只是瞧你穿着破衣服，臭不拉几的样儿，我觉得恶心。他说话始终都是吼着的，但我却莫名感受到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间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包皮鬼虽然脾气暴躁，但他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。我伺候了他一次洗脚，他却回报给我他一排排漂亮衣服。包皮鬼没好气地吼道，你是手断了吗？怎么还不穿上？弹幕疯狂刷起，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暴躁包皮鬼竟然会给玩家送他珍藏的衣服。要知道，这些衣服1楼的无头鬼还有3楼的饿死鬼向他讨要，他连看都不给他们看一眼。我一次又一次的破防，这女孩到底有什么魔力呀？
很简单啊，这包皮鬼的背景我了解过，他家庭条件不好，从小都是遭人嫌弃，棒打教育。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，那儿子却不走正道，跑去了缅北，他万里寻子，却被人活剥了皮。包皮鬼这一生都是苦难坎坷的，这一次被玩家温暖了一下，自然就数倍回报喽。没有看到这玩家被包皮，我不开心。我拿起一件粉色连衣裙，正准备穿上，就听到包皮鬼嫌恶道：“你长得丑，穿着好看的裙子也照样丑。”我愣住，忙道：“您身材很好，你也可以穿这些裙子的呀。”包皮鬼瞬间爆炸，他声音尖锐，嘶吼着：“你是不是想死？我浑身上下都是血，没有一点皮，你让我穿衣服是糟践衣服吗？”刹那间，一股阴冷的疯狂冲击着我的身体，我感到一阵锥心刺骨的寒意。包皮鬼的脾气确实很暴，稍有不慎就触到了他的雷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正想解释，忽然听到一阵焦急的呼唤：“宝贝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在哪里？”是许翠妈妈来了。我提着心终于放下，慌忙跑出房间：“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砰！我刚出门，迎面撞到一个女人，这是一个非常瘦的女人，她看起来和我一样高，不到1.6米，却弓着腰，拖着背，瘦到根肋骨突出，甚至能够透过一层薄薄的皮肉看到她里面通红的心脏。我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弹幕再起：“饿死鬼来了！”这一次3鬼齐聚2楼，我就不行，这姑娘还不死，她铁定得死了，都撞到饿死鬼了。饿死鬼肯定生气了，他肯定会拿粗管子捅进女孩的嘴里，然后往她肚子里疯狂灌食物，直到活活把女孩给撑死。可我还是更期待她被包皮鬼包皮呢。孩子，你这么瘦，一定是饿的吧？饿死鬼弓着腰，歪着脑袋笑嘻嘻地看着我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呢？你别把你那脏东西喂她肚子里。许翠妈妈走到我的身边，她牵着我的手，对着饿死鬼说道：“刘盼弟，这就我和你说的，我的宝贝女儿叫……”许翠忽然拉长声音，颇为尴尬道：“对了，宝贝女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在许翠妈妈的身边，我总是感到无穷温暖。我紧紧地靠在许翠身边，小心又恭敬地说道：“妈妈，我叫沈清。对，这是我的宝贝沈清女儿。”许翠搂住我的肩膀，语气颇为得意：“刘盼弟，还有你个包皮张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我宝贝女儿。”包皮张阿姨吼着：“赶紧滚出去！她浑身上下臭臭的，我看见她就恶心。”饿死鬼刘盼弟阿姨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和善了许多。她干瘦如柴一般的手指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我和你许妈妈是最要好的闺蜜，你是她女儿，自然也是我的女儿了。”然后她冲我眨了眨眼：“宝贝小青女儿，肚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做大餐吃。”“不用，我给我的宝贝女儿煮了皮蛋瘦肉粥。”许翠妈妈拉着我的手就要往楼下走，一边走她又一边嘀咕着：“宝贝女儿，妈妈不是说过不能随便上2楼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包皮张特别喜欢剥人皮，离她远点知道不？”我有苦说不出，只好道：“妈妈，其实张阿姨对我挺好的，她还叫我穿上她柜子里的好看裙子。”许翠妈妈愣了一下：“啊，她竟然送你裙子？我天天穿红裙子都穿腻了，我早就想找包皮张换件裙子穿，她一点都不肯，却竟然送给你穿了。”旋即，许翠妈妈又上下打量我：“宝贝女儿，你咋不穿她送你的衣服呢？”我低了低头，刚才我听到您在喊我，就慌忙跑了出来。那可不行，我们赶紧去占包皮张的便宜去。许翠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拉着我的手重新上了2层楼。她冲着包皮张阿姨喊：“你答应了送我女儿裙子，你不会反悔吧？”张阿姨不在客厅里，那个干净的房间里有一串蟹脚印。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看到包皮张阿姨正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裙，对着镜子试衣服。张阿姨看见我们，又羞又怒，她胸口剧烈起伏着，狂吼道：“都给我滚出去！”许翠妈妈哼唧一声，说话不算数。在房门即将关上的一瞬，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扔了出来。张阿姨怒吼着：“这裙子被你摸过了，已经脏了，赶紧拿走！”许翠妈妈接过裙子，她眉开眼笑起来：“包皮张最喜欢裙子了，她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明明要给你裙子，还非得装作嫌弃的样子。”我们到了1楼，许翠妈妈叫我去了卧室，换上粉色小裙子。随后，她端来皮蛋瘦肉粥：“宝贝女儿，你快尝尝吧。”在一片热气中，我小心翼翼尝了一口，非常美味。好吃吗？许翠妈妈的语气十分期待。我很少做饭，你饿死鬼刘阿姨最擅长做饭了，所以我特意上楼找她请教厨艺，没想到就这一会功夫，你就不见了。我大口大口吃着粥，妈妈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粥。我3岁死了妈，4岁死了爸，政府给我的补贴全部被舅舅贪了，我没有钱，因此在现实世界中，我都是饿着肚子上学的。此时此刻，吃着温暖的早餐，我觉得我是如此幸福啊！一碗粥，你就觉得好吃？一旁的饿死鬼刘妈妈笑了笑：“小青女儿，你要是吃了我做的牛排，你肯定就不会再想吃她的粥了。”我摸着已经逐渐圆滚的肚子，连连感谢：“谢谢刘妈妈。”吃饱饭后，在这温暖的环境里，我不自觉放松下来，便在许翠妈妈的卧室里睡了下来。迷迷糊糊之中，我看到弹幕还在疯狂刷着，另一个玩家
已经在生死边缘徘徊了，可他竟然在鬼屋里睡着了。他妈的，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为什么这3个恐怖妈妈都对这女孩这么好？刚才我查了一下这个玩家的身份，似乎她是个孤儿。这下我就明白了，这玩家从小没了妈妈，这3个恐怖妈妈自然对他有着格外的青睐和喜欢。我的妈呀，把他一个缺爱的孤儿放这恐怖妈妈的惊悚游戏里，和老鼠吊米缸有什么区别？再次睁开眼，饿死鬼刘妈妈端着一份精致豪华的牛排放在我面前，她笑容和煦道：“小青女儿，你饿了吧？快来吃我精心制作的美味牛排。”我一边吃着牛排，一边询问着刘妈妈：“请问你知道跟我来的另一个同伴吗？”他呀，刘妈妈笑着撇了撇嘴，刚刚被撑死了。我一下子愣住，他死了？是啊。刘妈妈把干瘦细长的手掌放在自己的下巴下面，依旧笑嘻嘻道：“她不懂礼貌，看到我就疯狂拿东西打我，这样的人，我自然得好好整整她了。只不过她不经整，肚子被食物给撑爆炸了。”我沉默了。所有进入惊悚游戏的人，面对恐怖的鬼妈妈们，第一反应是尖叫、殴打、反抗，这是在意料之中的。只是他们想不到，鬼也是由人变来的，他们也是有感情的。就这样，我在恐怖妈妈们的别墅里安全地度过了一整天。晚上，包皮张阿姨像是幽灵一样忽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她冲着我吼：“就因为那2只鬼请你吃了饭，你就喊他们妈妈？你怎么这么贱啊？我送给你价值不菲的连衣裙，你怎么就不喊我妈妈？”她的吼声特别尖锐，吓得我浑身一软，可我却不再那么恐惧了。我赶忙顺着她喊道：“妈妈！”包皮妈妈还是不太高兴：“你是没吃饭吗？声音这么小。”我大声道：“妈妈！”行了，别太大声了。包皮妈妈又赶忙捂住我的嘴，小声地吼了句：“今天晚上你到我楼上去睡，我楼上全是连衣裙，你天天晚上换着穿。”就这样，我从1楼无头鬼妈妈的房间换到了2楼。包皮妈妈也和我睡在一张床上，她还拿出了一本故事书，哄着我睡觉。从前有一个美丽的王后，她生了一个皮肤像雪一样白的公主，但她很快就要死了。这就是妈妈的怀抱吗？好温暖，让我有点昏昏欲睡。我的眼睛开始合上，隐约之中，我听到包皮妈妈的叹息。以前我每天忙着工作，总是吼我儿子，从来没有给他读过一次故事书。为了省钱，我给他穿的都是别人不要的破衣服。哎，小青，谢谢你，是你满足了我曾经的遗憾。我紧紧地抱住了包皮鬼妈妈。妈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也很感谢你，是你满足了我有妈妈哄着睡的愿望。接下来2天，我都是在鬼妈妈们的细心照顾下，开开心心度过的。清晨，我在温暖的被窝中醒来，无头鬼妈妈给我制作美味早餐。中午，饿死鬼妈妈请我吃精致豪华牛排。晚上，包皮鬼妈妈送了我一柜子高奢连衣裙，还拿着童话书哄着我睡觉。我感觉我很快乐，但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。玩家待在恐怖妈咪惊悚游戏的时间只有3天，我的鬼妈妈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的面上都流露出不舍的情绪。呜呜呜，宝贝女儿，我们舍不得你。时间很快接近第3天了，现在凌晨11:58分，系统提示声浮现，玩家还剩下2分钟存活时间。我愣住，为什么我还要死？弹幕疯狂刷起，哈哈哈，这蠢货，他忘记了3天内玩家若不能得到恐怖妈妈们的祝福，就会被妈妈们活剖解肢。这么说，这3个鬼妈妈一直没有给他祝福，其实不是真正的对他好，只是想把他解肢。我面色惨白地看向鬼妈妈们，我想问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祝福？他们不是真的爱我吗？难道这3天的母女情终究是我付错了吗？系统开始警告提醒，还剩1分钟，若玩家得不到鬼妈妈的祝福，即将被解肢。我有太多想问的，可在死亡逼近的最后一刻，我反倒释然了。鬼妈妈们大可以一早就杀死我，但他们没有，他们给了3天的温暖，这温暖让我回味一生，这便已足够。于是我张开双手，拥抱着我的第一个无头鬼妈妈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无头鬼妈妈也抱住了我。她声音嘶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祝福你，永远不会被割断头颅。”饿死鬼妈妈也走过来，拥抱着我。一直以来，她都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，但现在她却流了眼泪。她哽咽着说：“我的宝贝小青女儿，我祝福你，永远都不会饿肚子。”包皮鬼妈妈也罕见的不再冲我吼叫了，她轻声细语地说：“小青女儿，我祝福你，永远有着穿不完的衣服。”3个鬼妈妈们话音刚落，我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白光刺目，有着强大的吸力，猛地将我拉拽了进去。我终于明白，当鬼妈妈们说完对我的祝福后，就意味着恐怖妈妈的惊悚游戏会结束，鬼妈妈们也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不，我不要走！我流着眼泪朝着鬼妈妈们伸出手去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3个鬼妈妈们站在原处，微笑着，缓缓对我晃了晃手。宝贝女儿，你一定要平安快乐啊！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现实世界，
但此时我穿的是包皮鬼妈妈送给我的粉色连衣裙。我稍微闭目回思了一下，脑海里忽然浮现一个偌大的衣柜，柜子里是一排排高奢连衣裙，这都是鬼妈妈送给我的。我忍不住伸手触碰衣柜里的衣服，下一瞬，我的手中凭空多出一件蓝色连衣裙。我很震惊，这是包皮鬼妈妈送给我储存连衣裙的空间吗？就在这时候，冰冷的系统声音再次浮现，玩家准备好了吗？下一场惊悚游戏即将开始。